贝卡，贝卡丘，贝卡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卡皮。上次大致讲了一下《超梦的逆袭》这部剧场版，那么这次就来介绍一下这部剧场版的后续吧。故事的开始，小智一伙来到了传说中的圣地清澈崖，超梦和克隆神奇宝贝们全都隐居在这个地方。这个清澈崖虽然说是个圣地，但这里的天气着实不怎么好，经常会下雨，而且会刮台风。小智一伙由于错过了末班车，所以被迫要在这里待一个星期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辆末班车在中途遭遇了巨型的台风，整辆车都飘了起来。这个时候，只见咱们超梦单手一挥，车子就停了下来。看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就不禁发出感叹：这他妈都行，隔着屏幕都能使用绝招，那么超梦岂不是可以控制全世界了？这个时候，克隆皮卡丘问：为什么要救人类？超梦很淡定的回答：因为如果这个地方出事了，肯定会引起很多人的注意，到时候我们的行踪很可能就会被暴露。而机智的喵喵则是一眼看破，其实你是不想伤害人类吧？超梦则说：怎么可能，我可是超梦啊！后来由于小智我不想再等一个星期，所以就想着通过其他方法穿过清澈崖。这里就出场了两个重要的配角，男的是医学博士，名字太长了，就叫他小帅吧；女的名叫多米诺，表面上是研究所的工作人员，其实他是火箭队的高层干部。后来由于武藏和小三突然乱入，把皮卡丘给抢走了，于是小智不得不去攀登清澈崖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多米诺发现了超梦的藏身之地，将这个告诉了百慕老大。于是，一场好戏就开始上演了。百慕先是用了自己家特制的精灵球来抓这些克隆神奇宝贝，其他的克隆神奇宝贝一下子都被抓住了，只有克隆皮卡丘和喵喵还在艰难地抵抗着。这个时候，超梦出现，一招就把这些神奇宝贝全都放了出来，然后开始与百慕1v1的较量。在这个较量的过程中，百慕意识到正面刚超梦是不可能的，但是百慕也知道此时的超梦已经有了心，那自然就是有了弱点。他早就盼且不下，将岛上的神奇宝贝全都抓了起来，以他们的生命来威胁超梦，让他走进这道光中。这道光的作用就是用来控制超梦的，说白了就是洗脑。为了救这些神奇宝贝，超梦还是走进了这道光中。百慕以为肯定可以控制超梦，但是他却没料到超梦意志非常坚定，脑电波一点都没乱。眼看着超梦的身体越来越虚弱，这样下去他肯定会死。但是百慕是何许人也，他就要跟超梦斗到底。本来火箭队是稳操胜券的，小智也被关了起来，没有丝毫的反抗余地。但是火箭队千不该万不该将清澈崖作为火箭队的临时基地，因为这样污染了清澈湖的水，所以直接导致了成千上万虫系神奇宝贝的愤怒，他们组团进攻火箭队的基地，并间接把小智放了出来。小智出来后立马去救超梦，但是靠人工的力量完全无法摧毁这些机器。于是超梦打算做最后的生死一搏，释放出了自己最后的力量，挣脱了机器。这官方鬼畜也是没使了。超梦虽然最后摆脱了机器，但是体力已经耗尽，自己都说自己没救了。通过喵喵的翻译，小智知道泉水可以救活超梦，于是小智就将超梦一路扛到了泉水面前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这两人之间的对话也挺温馨的。超梦更是觉得小智是个奇怪的训练家。到了湖水面前，小智直接一个过肩摔，把超梦给扔到了湖里。与此同时，百慕也过来了。恢复体力的超梦这个时候就使出了究极大招，不仅将百慕一伙全都转移了，并且还消除了他们的记忆。我想说，你有这样的能力，为什么不一早用啊？本来超梦也想将小智的记忆消除的，但是在喵喵的劝阻下便放弃了。故事的最后，超梦又带着这些克隆神奇宝贝飞走了，只不过不知道这次他们又会去哪里呢？世界那么大，去走走也是挺好的。总的来说，这个后续虽然并没有超梦的逆袭那么出彩，但也是可圈可点的。这里面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片段，莫过于克隆皮卡丘说了他的话了：为什么我们要心甘情愿地当影子？我知道在这个湖以外有着更广阔的世界，我们就不能在那样的世界生活吗？不能自由地生活吗？再配上这段动人的 BGM， 真的是让人想哭啊！最后超梦可以说是个哲学家，他从一出生便开始思考自己到底是谁，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意义。在剧场版的时候，他非常仇视人类，看到梦幻就想证明自己的强大，而到了后续里，他就变得不怎么仇视人类了，也不想证明自己有多强大了，反而更希望自己能过上和平的生活。这样的超梦应该是更讨人喜欢的吧。好了，那么今天分享就到这了，希望大家能点个赞，咱们下期见。